如果有一天道琼斯指数单日狂跌超过1000点，那时任的美国总统就应该被抓进大炮里，以极快的速度射向太阳，不能找任何理由。这话是川普2015年竞选时说的。那么请大家看看现在的美股走势吧。事实证明，他本人说的话和他做的事儿同样滑稽。不止美股，全球股市都没能幸免啊，全在暴跌。一个关税啊，让很多股民感觉天快塌了，但是天塌不下来。有多少人还记得18年呢？同样是关税啊，同样是川普，同样的戏码，但是在之后的1920年 ，A 股就迎来了连续2年的牛市。尤其是当年被打压最狠的半导体行业，2019年涨幅达到了128%，领跑全场。再到去年，半导体已经成为我国出口额最高的单一商品，并且保持了连续14个月的同比增长。所以大家别慌，我们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也从来都是越打越强。你们看啊，这轮关税大棒，有些国家怕了，直接认怂；也有国家放话要反击，还没有直接行动。那最直接的就是咱们啊，直接反制，对所有原产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34%的关税。今天我只讲一件事儿，为什么我们敢于直接反击啊？首先啊，很多人可能还云里雾里的，全网都在讲加关税，这事儿到底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啥影响啊？比如有粉丝要问了，马上9月份要买 iPhone 了，是不是会涨价？那以后喝星巴克是不是都得贵了？先给大家理清楚啊，川普加的关税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卖去美国加的关税啊，也就是说影响的主要是和美国人做生意的中国企业以及美国人买东西的价格。而咱们出口到美国最多的产品就是机电啊、电脑啊、手机、家电、服装这些。最典型的像手机，现在全球85%的手机都是 Made in China。所以美国人现在穿的、用的，细究一下产业链啊，几乎都有中国制造的身影。而中国反制的是进口美国的商品啊，大头是农产品以及高端芯片啊、部分的医药啊，还有波音飞机这些。发现没有？除了芯片以外，都还有可替代选择。大豆、玉米这些农产品不买美国的，还能从巴西买啊，还能国产替代。飞机不买波音的，我还能买空客。至于芯片，那你也别想太美，这也不是第一天这样了。高端芯片，美国早就不卖给我们了。你发现没有？正是因为这些年来制裁已成常态，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掉以轻心过，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近些年来的对美出口额一直在降低，从2018年的19.2%到2024年的14.7%。反而对东盟的出口占比由12.8%提升到了16.4%，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占比由38.7%提升到了47.8%。构建多元化市场，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挺起胸膛，无惧霸权主义制裁。而这次之所以反制这么快，力度这么大，说白了就是有备而来呀。18年那轮贸易战打下来，我们的出口不但没崩，还促成了中国制造的全球扩张。大批中国工厂出海，把厂建到越南、印尼、泰国，中国商品只要流转一下，照样能卖到大洋彼岸。所以这几年在全球贸易的占比上，我们是越做越大，美国反而在收缩。那么现在美国是意识到了啊，索性连着东南亚一起加。但你想过没有，在如今这个时代，全球贸易早就深度融合了。中国制造的3大优势：成本、效率和质量。就这3点，哪怕加了税，还是比你有竞争力。短期内你如何寻找替代品？除非有国家说啊，我只和美国做生意，且切断一切和其他国家往来的生意，彻底自绝于全球，可以吗？我告诉你，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垄断全球的供应链。比如越南，67%的纺织面料都得从中国进口；再比如韩国的半导体材料严重依赖日本。再看全球大部分原材料的产地也是遍布世界各地啊，每个地区都有它的特色和优势所在。这一切都是在全球化的分工下追求成本、效率、质量的最优解。以上这些便是我们第一时间反击的底气所在。散会。